3岁半我就混成了山大王，第一次下山打劫就碰到一个富贵侯爷，我指着他赶紧交钱，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他却立马跪下，非要当我小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我亲爹。镇北后，我第一次跟他回家，才发现全家都是精神病。我大哥是皇城首富，每天求我骂他败家；二哥是军中战神，每天求我咒他挨打；三哥是文坛才子，每天念书烦我，就为了让我说他滚。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找骂。后来我爹告诉我，我这张嘴是反的，我骂谁，谁就发大财；我祝福谁，谁就倒大霉。早知道我就不收这个亲爹当小弟了。但那时我作为斧头山新晋的大王，必须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按照山寨的规矩，我必须在当天日落之前抢到一个值钱的宝贝。那天我在躲在斧头山脚北境官道旁半人高的杂草丛里，蹲着圆滚滚的我手里攥着一根被啃秃了的糖葫芦签子，腰间别着一把还没上漆的木头刀。旁边草丛里，一个同样圆滚滚的小跟班探头探脑地问：大王，腿麻不？闭嘴，严肃点，本王在干大事。就在这时，地面微微震动起来，我眼睛一亮，竟然是一队车队缓缓驶来，拉车的马是西域进贡的纯黑汗血马，每一匹都价值连城。我激动的小脸通红，口水差点流下来。这不仅仅是肥羊了，这简直是肥羊里的祖宗。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斧头山山规第1条：遇人气势要足，嗓门要大，眼神要凶。就在马车经过草丛的一瞬间，我嗷的一嗓子就跳了出去，因为跳得太猛，双脚陷进了路边的泥坑里。但这并不影响大王的气场，我迅速把陷进去的小脚丫拔出来，我眼疾手快地拔出腰间的木头刀，用尽全身力气指向马车：站住！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不然本王就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因为太过用力，我的小奶音在风中劈了个叉，听起来不像是在打劫，倒像是一只刚断奶的小老虎在找妈妈要肉吃。我穿着一件明显大2号的虎皮小袄，扣子还扣歪了，露出一截雪白的小肚皮。我的木头刀只有巴掌长，上面还画着一只歪歪扭扭的小乌龟。整个车队瞬间死寂，正在行进的马车缓缓停下，数十名黑甲护卫齐刷刷地拔刀出鞘，杀气腾腾地看向前方。他们是镇北侯府最精锐的暗卫，每个人都是身经百战。护卫首领的手抖了一下，刀差点没拿稳。这是劫匪？这年头的行业门槛已经低到这种令人发指的程度了吗？见这群肥羊竟然没有被我吓得跪地求饶，我感觉自己的职业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侮辱。面对伟大的元宝大王，他们竟然没有跪地求饶，我愤怒地跺了跺脚，脸上的软肉跟着颤了2下。看什么看？没见过这么凶的大王吗？我努力呲出2颗刚长齐的小门牙，试图展示自己的威严。快点交钱，把好吃的都交出来！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们！马车内正闭目养神的镇北侯袁海声音阴冷地说：外面何事喧哗？护卫首领隔着帘子声音古怪地禀报：回禀侯爷，遇上打劫的了。袁海冷笑一声：在这地界竟然还有人敢拦镇北侯府的车，解决掉。既然有人找麻烦，那就成全他。护卫首领犹豫了一下，语气艰难：属下下不去手。袁海皱眉，他手下的黑甲卫是出了名的果断。今天这是怎么了？他不耐烦地睁开眼，伸手掀开了那绣着繁复金线的车帘。一群废物，还要本侯亲自动手？话还没说完，袁海透过车窗死死地盯着路中间正在努力挥舞木刀的我，这眉眼，这神态，这生起气来奶凶奶凶的样子，简直和自家夫人一模一样。我正在挥刀示威的时候，腰带松动，露出了里面挂着的一块半旧的玉佩。那玉佩成色极好，温润通透，但形状很奇怪，缺了一角。袁海的瞳孔剧烈收缩，那是3年前我满月宴那天不小心磕坏的。可就在那天夜里，我被他们弄丢了，这成了袁海这辈子唯一的死穴，也是柳如烟至今没封彻底的唯一理由。袁海盯着我，声音颤抖地说：找到了，老天爷开眼啊！坐在袁海身边的侯爷夫人柳如烟听到动静，扫了一眼窗外，下一秒她手里的白玉茶盏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摔得粉碎。柳如烟眼睛瞬间瞪大，但她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玉佩，而是死死盯着我身上扣歪了的扣子。柳眉紧紧皱起，强迫症当场发作，狠狠地说道：天杀的，是谁给他穿的衣服？第3颗扣子为什么扣在了第2颗眼里？还有那个冲天辫为什么是向左歪了3度？我要疯了！袁海，快让我下去，我要给他把扣子扣好，立刻马上！袁海一把按住了他，眼眶微红，声音沙哑地说：别急，别吓着他。而此时站在路中间的我见车里的人半天没反应，更生气了。我把木刀往地上一插，单手叉腰，摆出了一个自以为最凶狠的姿势，狠狠地说：喂，里面的老头，看什么看？再看本王收费了，快点把钱交出来，不然本王叫小弟出来揍你！袁海听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嘴角疯狂上扬。好，骂得好，真不愧是我袁海的种，连打劫都这么理直气壮。就在这一片混乱之际，北境官道2旁的树林里突然传来了震天的喊叫声：大王莫慌，小的们来救你了，保护大王，拿下这群肥羊！原本藏在暗处保护我的一群手下，终于按捺不住冲了出来。他们个个5大3粗，满脸横肉，手里提着明晃晃的钢刀。我指着袁海的马车，奶声奶气的发号施令：小的们，给本王冲，把这个不懂规矩的肥羊带回去，本王要拿他当压寨处子。我高高举起手里那把画着乌龟的小木刀，小脸激动的通红，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了3岁半人生中最真挚的呐喊：小的们，本王祝福你们，祝福你们神功盖世，大展神威，把这群肥羊打得落花流水。冲在最前面的大当家突然脚下一滑，身体在空中旋转了360度，然后脸朝下狠狠地砸在了我面前那个刚刚拔出脚丫的泥坑里。紧随其后的2当家惊恐地大叫一声，为了提裤子，手里的钢刀脱手而出，精准地用刀背砸在了后面3当家的脑门上。3当家两眼一翻，当场晕了过去。倒下的时候顺便把后面的4、5、6当家压倒了一片。短短3个呼吸的时间，一场原本激烈的火拼变成了一场大型滑稽戏。袁海手下那些身经百战的黑甲护卫
此刻都张大了嘴巴，完全忘记了拔刀。我举着小木刀，保持着刚才那个威风凛凛的姿势，整个人都僵住了。我看着面前这群正在打滚的小弟们，怎么回事？本王明明是祝福他们呀，为什么每次本王一开口夸人，大家就会变得这么倒霉？难道是因为本王夸的还不够大声，不够真诚？我吸了吸鼻子，正准备深吸一口气，再补上一句更狠的祝福来挽回局面。趴在泥坑里的大当家大声地喊道：大王，算我求你了，别祝福了，千万别祝福了，再祝福兄弟们就要全军覆没，当场圆寂了啊！我更委屈了，我把到了嘴边的长命百岁硬生生咽了回去。马车上，袁海终于回过神来，他隐约察觉到了什么，他深吸一口气，大步走下马车，走到我面前，蹲下身，和蔼地对我说：小孩，你的手下好像输了。我把木刀横在胸前，护住腰间的缺角玉佩，奶凶地瞪着袁海，干嘛？想反抗吗？本王很凶的，本王还有绝招没使出来呢。他伸出手，指了指身后那辆价值连城的马车，语气是从未有过的温柔。不反抗，我投降，他们都太弱了，不配当你的手下。你带我走吧，我有钱，这辆车，这一车队的金银珠宝，还有我，都归你，只要你肯带我回去，这些都是你的战利品。我低头看了看手里啃秃了的糖葫芦，又看了看眼前这个看起来很有钱的大冤种。虽然这个大叔脑子好像不太好使，但是带一个这么有钱的肥羊回去，好像是个很辉煌的战绩，这能吹一辈子啊！我的小脑瓜飞快地转动，严肃地问：那你听话吗？本王只收听话的小弟。袁海忍住笑意，激动地说道：听话，以后我就归你管了，我的钱也归你管，全是大王的。我非常满意的把木刀往腰上一插，摆出一副大当家的派头，成交。但是你要记住，是你被本王俘虏回去的，不是本王跟你回家的，这是尊严问题。就在这时，车厢里传来一声忍无可忍的尖叫，柳如烟直接冲了过来，目光紧紧盯着我身上那排扣歪了的扣子。放开那个扣子，让我来。我被这个突然冲出来的漂亮姨吓了一跳，出于防备的本能，我迅速后退一步，两只小脏手死死捂住自己的领口，奶凶的大喊一声：站住，别过来！你想干嘛？柳如烟被吼得一愣，伸出去的手僵在半空，然后她深吸一口气，试图用最温柔但扭曲的声音哄骗：孩子听话乖，让姨姨给你扣好，就一下扣正了就好，不然姨姨的心脏真的受不了。我坚决捍卫自己的穿衣自由，我挺起小胸脯，理直气壮地说道：不要，你懂什么？这是本王的战袍，扣子歪了那是不对称美，是今年斧头山最流行的穿法。柳如烟听到这个词，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晕了过去。眼看着自家夫人就要因为几颗扣子当场昏厥，袁海赶紧上前一步，一边拦住随时准备扑上去的柳如烟，一边忍着笑给我介绍：大王别怕，按照规矩，我是你刚收的头号小弟，以后负责帮你管理皇城分舵，所以他嘛，自然就是头号小弟的家眷。我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收起了警惕的小眼神，伸出那只沾满了黑泥、草屑和糖渣的小胖手。啪的一声，我重重地拍了拍柳如烟那只手背上，得意地说：既然是头号小弟的家眷，那本王就准你入伙了，以后你就跟着本王混，本王罩着你。柳如烟低下头，她死死盯着自己手背上那个清晰可见、黑漆漆的泥手印，那上面甚至还粘着一点黏糊糊的枯草屑。她那素来有洁癖的神经，在这一瞬间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眼看着就要两眼一翻晕过去。袁海眼疾手快，一把扶住自家摇摇欲坠的夫人，在她耳边飞快地低语：夫人，忍住，千万忍住，别晕。你仔细看看，这孩子像不像咱们丢的那个？柳如烟浑身一震，深吸一口气，目光终于正眼落在了我的脸上。袁海见夫人情绪稍微稳定了，便蹲下身，视线与我平齐，他的目光落在我腰间那块缺角的玉佩上，声音放得很轻：你叫什么名字？大王也是有名字的吧？我见新收的小弟问话，便挺起小胸脯，把那块玉佩举了起来，奶声奶气地说道：本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元宝大王。寨子里的酸秀才说了，本王刚被捡上山时头发稀稀拉拉的，我带着的这块石头上写着元，所以他就给本王取名叫元宝。怎么样，是不是一听就很威风？是不是一听就是干大事的？听到这个名字，柳如烟的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眼泪瞬间决堤。柳如烟猛地扑过去，一把将我死死抱进怀里，哭喊道：娘亲终于找到你了，你怎么才回来呀？我哪见识过这场面，两只小手尴尬地举在半空，无处安放。我费劲地从柳如烟的怀里探出半个脑袋，看向袁海：头号小弟，你媳妇怎么乱认亲戚啊？本王是大王，不是什么心肝，快把他拉开，本王的战袍都要被他哭湿了。袁海看着眼前这一大一小，他走上前，轻轻拍了拍夫人的后背，又摸了摸我萌萌的小脑瓜，声音沙哑地哄道：没事，大王，他就是太崇拜你了，太激动了，一时没控制住。我努力从柳如烟的怀抱里抽出那只全是泥的小手，想拍拍柳如烟的后背安慰她。我豪气地用自己沾满泥巴和糖渣的袖子，在柳如烟那张保养得意的脸上狠狠擦了一把。别哭了，别哭了，本王知道本王魅力大，你看你哭的都不好看了，乖啊，等回了皇城分舵，本王赏你糖葫芦吃。原本白净的脸瞬间被擦成了大花猫。袁海看着这一幕，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他站起身，看向那群还在哎呦乱叫、不知所措的汉子。黑甲护卫们见状，立刻握紧了刀柄，但袁海摆了摆手道：把后面那辆车上的箱子抬下来。很快，两个大红木箱子被抬到了泥坑边，袁海亲自走过去，掀开箱盖，那是整整2箱金元宝。袁海看着那个满脸惊恐的大当家，淡淡的说道：既然大王说了，此路是他开，那我这个被俘虏的人自然要交够赎金。他回头看了一眼还在被柳如烟抱着的我，柔和无比地道：这笔钱就算是咱们皇城分舵上交给总舵的建设资金，也是感谢诸位好汉
这3年来替本掌柜照顾大王的谢礼。小弟们看着那2箱金子，又看了看被抱着的我。苍天有眼啊，3年了，整整3年了。大当家捧着一个金元宝，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流，旁边的2当家也抹着眼泪，哽咽着低语：大哥，咱们终于熬出头了，这大王终于要走了。 3当家摸着刚才被砸肿的脑门，哭得最惨。你们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过的吗？上次他过生日，祝福我打猎大丰收，结果我那天被300斤的野猪追了整整2里地，差点就成了野猪的大丰收啊！4当家愤不平地说道：“你那算什么？上次我失眠，他好心祝福我睡个好觉，结果我那天我尿床尿了1晚上都没醒。”小弟们越说越伤心，越说越激动，这哪里是送别大王，这分明是送瘟神，是劫后余生的狂欢。如今终于有人肯接盘这个小祖宗了。大当家深吸一口气，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我的方向磕了个响头，说道：“大王，您安心去皇城分舵吧，小的们这就回山给您立长生牌位，日夜祈福，请您为了千秋霸业，千万别回来了，回来了我们就要灭寨了啊！”我从柳如烟的怀里探出个小脑袋，我看着哭成一片跪了一地的小弟们，心里也很是不舍。我吸了吸鼻子，挥舞着小脏手，豪气干云的许诺：“别哭了，等本王在皇城混出了名堂，就把你们都接过去享福。”听到接过去3个字，小弟们的哭声戛然而止。下一秒，他们像是脚底抹了油一样，抬起那2箱金子，连滚带爬的向山上冲去，那速度快得连黑甲护卫都看呆了。转眼间，北京官道上就只剩下滚滚烟尘，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了。我趴在马车窗口，看着绝尘而去的小弟们，眼圈红红的。我从袁海手里接过一块桂花糕，咬了一口真甜。我一边嚼着点心，一边看着袁海，认真的分析道：“他们肯定是因为太舍不得本王了，怕控制不住情绪，所以才跑那么快，不想让本王看到他们流泪的样子。这就是男人的尊严啊！”袁海忍着笑说：“对，大王英明，他们确实是情难自已。”车队缓缓启动，朝着皇城的方向驶去。斧头山越来越远了，前面就是传说中遍地肥羊的皇城。我眯起眼睛看着远方，在心里立下了一个宏伟的目标：皇城的肥羊们，洗干净脖子等着吧，本王来了！马车缓缓停下，车帘掀开，一座气势恢宏的府邸大门映入眼帘。袁海率先跳下马车，转身伸出手，想要去抱还在车里发愣的我。袁海脸上带着一丝炫耀的笑容，说道：“大王，请吧，咱们的皇城分舵到了。”然而预想中的欢呼并没有出现。我站在车辕上，居高临下的看着这座大的离谱的宅子，又看了看那个笑得一脸奸诈的袁海，我的小脸瞬间紧绷，眼底闪过一丝只有老江湖才有的警惕。不对劲，非常不对劲，这个头号小弟有点过于有钱了。我下意识地按住了腰间的小木刀，警惕地退后了一步，避开了袁海伸过来的手，声音里充满了质问：“你是不是在骗本王？你这么有钱，为什么还要被我带走？”我的小脑瓜飞速运转，得出了一个令我毛骨悚然的结论，奶凶地吼道：“你是不是想把本王骗进去，然后劫富济贫？你把我骗回来，肯定是为了吞并斧头山的地盘，这叫钓鱼执法。寨子里的秀才爷爷讲过这个词。”袁海看着眼前炸毛的我，先是一愣，随即蹲下身，视线与我平齐无奈地笑了笑：“大王多虑了，我没必要骗你，因为这一切本来就是为你准备的。”我满脑问号地看着他，骗小孩？本王3岁半了，不好骗的。袁海也不做解释，从怀里掏出一面精致的小铜镜，举到我面前。我凑过去，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粉雕玉琢的小脸，虽然还沾着点泥巴，但那双大眼睛灵动狡黠，眉宇间透着一股谁都不服的霸道劲儿。袁海指了指镜子里的我，又指了指自己的脸：“你看这眉毛像不像？你看这眼睛是不是一模一样？还有这股胸劲儿，除了我袁海的种，谁能长这么好看？”我眨了眨眼，看了看镜子，又看了看袁海，别说还真像，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只不过一个大号，一个小号。紧接着袁海指了指我腰间的玉佩，平静地说：“还有这块玉是我当年亲手刻的，缺的那一角是你满月那天自己刻坏的。为了找你，我把皇城翻了个底朝天。”袁海站起身，指着身后的府邸，指着那一车队的金银珠宝，一字一顿地说道：“我这么努力的攒家底，就是为了等有一天我的女儿回来，能直接继承这个最大的山头。我是想让你当全天下最大的2代。”我彻底惊呆了，2代继承这2个词像2道闪电劈开了我小小的脑瓜。我在斧头山的时候，虽然也是大王，但那是创业一代，每一根糖葫芦都要靠自己去争取，很辛苦的。但是当继承家业的2代，那就意味着爹打拼完了我直接享福，这不就是寨子里大家最羡慕的躺平吗？我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狂跳，兴奋地看着袁海，眼神里再也没有了警惕，反而充满了看到长期饭票的狂喜。这就是传说中的世袭制，就像李大麻子传位给他傻儿子一样。袁海的嘴角抽搐了一下，虽然这个比喻有点糟心，但逻辑通了就行。我把小木刀往腰里一插，像个老气横秋的领导一样走到袁海面前，踮起脚尖，用力拍了拍他的膝盖道：“看在你长得像我，又有钱，态度还这么诚恳的份上，本王就承认你这个亲爹了。以后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袁海忍俊不禁，一把将我抱了起来，兴奋地开口道：“成交！以后整个镇北侯府，哦不，整个皇城分舵都归你管。”我满意的趴在亲爹宽厚的肩膀上，穿过那扇朱红色的大门，进了正厅，从袁海身上下来，开始视察自家产业。爹，咱们家既然在皇城混得这么大，那一定要讲究牌面。我指着院子里的风水墙，皱着小眉头点评道：“这围墙太低了，官兵来了不好守，加高，上面要插满带刺的铁篱笆，还有这花瓶太滑了，连个把手都没有，换成那种带耳朵的陶罐，拿起来更顺手。”跟在后面的老管家听得冷汗直流，心里嘀咕：
这哪是千金小姐回家，这分明是大王下山巡视来了。管家擦着额头的汗，小心翼翼地看向袁海，袁海面不改色，甚至还点了点头，吩咐管家记下来，明天就改。咱们家确实太文气了，缺乏霸气。管家小心地提醒：侯爷您清醒一点啊，那是御赐的花瓶啊。这时我指着管家说：“你以后别叫我小姐，一点气势都没有，叫大王。还有，既然是亲爹的底盘，那以后我说了算。”一直跟在后面没说话的柳如烟终于忍到了极限，她看着我那一身脏衣服，看着那双刚刚摸过花瓶留下了5个黑指印的小脏手，还有那一头鸟窝一样的乱发，柳如烟的呼吸开始急促，眼神开始变得极为严厉，仿佛变了一个人。柳如烟一步步逼近，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块雪白的大毛巾，我感觉到了危险，这种压迫感比面对300斤的野猪还要可怕。你想干嘛？我步步后退，躲到了袁海身后。柳如烟冷笑一声，指着我身上那层干结的泥巴：“你看看你这一身，这是人穿的吗？这是泥猴子，我要把这个泥球刷成白面团子，搓不掉，3斤泥不许出来。”几个早已准备好的粗使婆子扑了上来，我发出了一声惊恐的惨叫，死死抱住袁海的大腿。你媳妇要对我动手，大王是不洗澡的，这是本王的威武标志，洗了就不凶了。袁海看着自家夫人那副样子，非常从心的往后退了一步，把被我抱住的大腿抽了出来，语重心长的说道：“那个闺女啊，你要记住一条规矩，在这个山头，爹只管外面的事，你娘管家里的事，我也惹不起她，你忍忍吧。”说完，他毫不讲义气的转身就走，那是相当的决绝。我绝望的怒吼声响彻整个镇北侯府上空，澡堂的大门轰然关闭，只留下袁海站在院子里，听着里面传来的水声，他嘴角勾起一抹幸福的微笑。正厅内灯火通明，我像一滩烂泥一样，生无可恋的瘫在太师椅上。我那一身泥巴盔甲已经被强迫症娘亲无情地刷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身云锦如裙，头上还被扎了2个挂着铃铛的小揪揪。我看着铜镜里的自己，我悲愤地捂住脸，这样子出门，怕是连路边的野狗都要冲过来亲近本王2口。袁海坐在旁边喝茶，强忍着笑意，一本正经的忽悠：“大王格局小了，这叫什么？这叫伪装。真正的顶级猎手往往都以猎物的形式出现，你穿的越无害，别人就越容易放松警惕，等你靠近了，再突然掏出木刀，嘿嘿。”我一听说的有道理，就在父女俩交流心得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一连串的吼声，砰的一声巨响，正厅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一个身影冲了进来，此人正是袁家大少爷，皇城第一纨绔袁山。袁山扶着门框，大口喘着气，目光在厅内疯狂搜索，最终他的视线定格在了太我身上。这一瞬间，袁山发出一声嚎叫，听说妹妹找回来了，张开双臂就要扑过去，我被这个突然冲进来的疯子吓了一跳，迅速从椅子上弹起来，小手按住腰间的木刀，警惕地看着这个男人。我皱着小眉头，上下打量着袁山。袁海是指了指袁山给我介绍：“大王别紧张，这是你大哥，按照规矩，他就是咱们分舵的账房，专门负责管钱算账、出谋划策的。”我的眼睛瞬间亮了，没想到这个皇城分舵配置这么高，居然有专业的账房。我背着小手围着袁山转了一圈，老气横秋的点评道：“不过既然是管钱的，穿的富贵点也能撑场面。”我满意的点了点头，伸出小手拍了拍袁山的大腿：“以后你就跟着本王混，本王保你发财。”袁山根本没听清我在说什么，只是激动的热泪盈眶，手忙脚乱的开始在身上掏东西。妹妹，大哥回来得急，没带什么好东西。他把腰间的玉佩、扳指、金锁片一股脑的摘下来，堆在桌子上，最后他又从怀里掏出一叠厚厚的银票，塞进我手里。我低头看了看手里那叠轻飘飘的纸，嫌弃的银票往桌子上一拍，这纸又不经烧又不经砸的，本王要硬货，要金子或者烧鸡。袁山一愣，随即狂喜，这不就是天生的理财大师吗？没问题，大哥明天就去给你换金子，换一屋子金子。一家人正其乐融融，袁山突然好奇地问道：“对了，爹在心里说，妹妹你是一山之王，还把地盘给搞塌了。”我骄傲地挺起胸膛，一只脚踩在凳子上，摆出了大当家的架势。也没啥，就是本王天赋异禀，自带法术。袁山眨眨眼看向老爹，袁海耸耸肩，表示他也很好奇。我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声音：“这事儿本王只告诉核心骨干。1岁那年，本王在后山乱跑，看见灌木丛里长着一个红彤彤的果子，那果子长得像个小猴子脸，看着就嚣张。本王当时年轻气盛，一看这果子长得这么嚣张，一生气扑上去就把它咬了咬。那个果子好辣好辣，辣得本王嘴巴都肿了。但是吃完那个辣果子之后，本王就发现本王说话开始时灵时不灵了。本王说谁摔跤，谁就可能摔跤；说谁倒霉，谁就可能倒霉。虽然有时候不准，但只要本王情绪到位，那就是言出法随。”我笃定地点点头，肯定是那个果子精被本王吓到了，为了保命，把他的法力交出来了。袁山和袁海对视一眼，红色的特别辣的果子，那特不就是朝天椒吗？合着这所谓的法术是被辣椒辣通了任督二脉。当然，这2个小弟谁也不敢拆穿大王的威严。袁山忍着笑，竖起大拇指：“妹妹天选之子，连果子精都怕你。”就在这时，袁山突然脸色一变，他猛地一拍脑门：“坏了！刚才光顾着跑回来，把西域那个大厂给割了。”袁山一脸肉痛，压低声音对袁海说道：“爹，那笔账还没平呢，手里囤了这么多银票，要是明天不处理掉，一旦被查，咱们家就麻烦了。明天必须得去一趟如意赌坊，把这笔钱散出去一部分，这样账面才平得过去。”父子俩正在密谋平账大计，我瞪大了眼睛指着袁山：“你身为本王的账房，不去赚钱，居然要去送钱，那是咱们的家当啊！”我气得小脸通红的跺着脚。袁山一看妹妹急了，赶紧哄道：“大王不懂，这叫商业运作，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我双手叉腰，气势汹汹：“明天本王要亲自监督你，你要是敢故意送钱，本王就执行家法。”袁山一把抱起我：“
明天大哥带你去见见世面。正午时分，如意赌坊的大门被人一把推开，袁山摇着那把标志性的金扇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管事的眼尖，看到我们进来，立马堆着笑脸迎了上来。哟，这不是袁大少吗？稀可稀可，您这是带令妹来体验生活？袁山随手扔出一张银票打赏。今儿个本少爷心情好，带妹妹来见见世面，把你们这儿最好玩的台子亮出来。我趴在大哥怀里，一双大眼睛咕噜噜的转，兴奋地搓了搓小手。这地方好肥羊多，还没有守卫，咱们什么时候发信号，叫爹带人冲进来全接收了。袁山脚下一个踉跄，擦了擦冷汗，压低声音哄道：咱们今天要玩点高级的。说罢，他抱着我直奔大厅中央最大的台子。此时荷官正好摇完头中落定，他掏出一大叠银票，看都不看，直接拍在了桌面上那个画着3个6的格子里。然而就在荷官准备开钟的时候，我炸毛了。我看着那1万两银票，心都在滴血。我猛地站起来，踩着袁山的大腿，指着那个头钟，奶凶地咆哮道：袁山，你个败家玩意儿，你丫豹子，你以为你是谁？运气之子吗？本王诅咒你，诅咒你这辈子都摇不出3个6。你要是能赢，本王就把这个头钟给吃了。接下来的半个时辰，如意赌坊上演了一场荒诞剧，袁山闭眼瞎买都能赢。最后这里的大老板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老板扑通一声跪下，双手高举着地契和账本，哭得比刚才的袁山还惨。小的服了，这家店归您了，求您高抬贵手。袁山手里被强行塞进了一张地契，看着手里那张薄薄的纸，袁山张了张嘴，刚想拒绝，一只小手重重地拍在了他的大腿上。此刻的我正用一种看绝世枭雄的眼神崇拜地看着自家大哥，我竖起大拇指，激动的小脸通红。原来本王一直都误会你了，你之前的想输钱全是烟雾弹，是欲擒故纵，你不费吹灰之力，仅靠几张破银票做诱饵，就把人家整个地盘都给吞了。这手段这心机，这就叫传说中的劫富济贫。我越说越兴奋，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大哥你太聪明了，这手段高明的，本王太喜欢了。周围的人一听，纷纷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袁山看着我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又看了看周围敬畏的目光，他深吸一口气，摇了摇手里的金扇子，开口：这都是常规操作。此时的我只感觉眼皮在打架，最终趴在大哥的肩膀沉沉的睡去。第二天清晨，镇北侯府还沉浸在一片祥和的宁静中，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这份宁静。正在睡梦中的我被震得从拔布床上弹了起来，第一反应就是去摸枕头底下的木刀，可外面并没有地震，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充满焦急且穿透力极强的咆哮：妹妹呢？我妹在哪儿？给爷开门！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镇北侯府内扇后室的侧门竟然直接飞了出去，一个如同铁塔般的身影大步流星地冲了进来。此人正是袁家二少爷，皇城赫赫有名的舞痴袁烈。袁烈红着眼睛在院子里横冲直撞，谁敢欺负我妹妹，老子把他揍得满地找牙！我光着小脚丫踩在门槛上，揉着惺忪的睡眼，一抬头我就看到了一个壮汉，这画面太震撼了。我提着长长的起衣下摆，迈着小短腿跑下台阶，仰着头竖起大拇指，这门板你一肩膀就扛飞了。你是咱们分舵新招的先锋吗？正在暴走的袁烈动作猛地一僵，他低下头看到了软软糯糯的我，他扔掉手里的门栓，搓了搓那双比蒲扇还大的手，蹲下身小心翼翼地问道：二哥回来晚了，有没有人欺负你？告诉二哥，二哥帮你揍他。我看着眼前这个反差巨大的壮汉，更满意了，能打还能卖萌，这是极品小弟啊！这时候袁海也披着外衣匆匆赶来，淡定地给我介绍：大王，这是你二哥，他是咱们的武将，虽然脑子一根筋，但是听话能打。我绕着袁烈转了一圈，伸手戳了戳他硬邦邦的肱二头肌，像个大领导一样满意的点了点头，伸出手拍了拍袁烈的脑袋，豪气地宣布：以后你就叫黑旋风。谢大王赐名。袁烈嘿嘿傻笑，伸出粗壮的手臂，直接把我举过了头顶。我坐在2米高的人肉轿子上，视野开阔，心情大好，看着院子里这一大一小玩的不亦乐乎。袁海欣慰地笑了，接着袁海清了清嗓子：行了，黑旋风，先把大王放下来，爹有正事跟你说。袁烈把妹妹放下，跟袁海来到庭院。今天下午是皇城的演武大会，皇上最近正盯着咱们家呢。你大哥昨天刚把赌场赢了个底朝天，风头太盛了，所以今天的比武你必须输，你要输得惨一点，输得丢人一点，最好让人觉得袁家后继无人。袁烈有些为难地讲：这业务我不熟练啊。父子俩在这边密谋大计，我躲在假山里，我听到了要去打架，还要故意输，我的小拳头硬了，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在斧头山就没有输这个字。这个黑旋风长得这么壮，居然要去当软脚虾，不行，本王绝不允许这种有辱门风的事情发生。我眯起眼睛盯着二哥那宽厚的背影，心中已经酝酿好了一个恶作剧般的计划。皇城大营演武台周围早就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官，擂台上李虎手持2柄流星锤，满脸横肉，对他面壁袁烈，虽然身材更加魁梧，但此刻却缩着脖子弯着腰。李虎嚣张地大笑道：早就听说你是皇城第一武痴，今日一见，怎么像个没断奶的软脚虾？袁烈拱了拱手，深吸一步气，露出了一个极其卑微的笑容。李兄说的对，在下确实身体抱恙，昨晚吃坏了肚子，能不能轻点打？我站在凳子上，小脸涨得通红，奶凶的咆哮声穿透了喧闹的人群。二哥你站直了，咱们是讲规矩的，不是乞丐有点骨气行不行？话音刚落，李虎大吼一声，挥舞着流星锤就冲了上来。就在流星锤离他还有整整1尺远的时候，袁烈突然发出了一声极其夸张的惨叫，他双手捂住胸口，脸上的表情极度痛苦，软绵绵地往地上滑去。李虎举着锤子呆若木鸡，他还没发力呢，我
看着台上那个拙劣表演的二哥，感觉自己的职业尊严被人扔在地上狠狠踩了2脚。我猛地跳下凳子，冲到演舞台最边缘，指着正准备躺平的袁烈，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了来自大当家的愤怒诅咒：袁烈，你个大笨蛋，气死本王了！本王诅咒你被人打趴下，被人揍成猪头，以后不许说是本王的小弟。我是真心的，我是真的被气坏了。这股强烈的怒火瞬间激活了那条不讲道理的法则，既然大王真心希望二哥挨揍，那老天爷偏偏就要反着来。袁烈的后背刚刚沾到地面，正准备顺势打个滚，可他却惊恐地发现他的腿不听使唤了。原本已经躺下一半的袁烈，竟然旋转着弹起来了，身体在空中完成了一个极其标准的回旋踢，这一脚结结实实地踹在了李虎的脸上。200多斤的李虎连同他手里的流星锤嗖的一声飞了出去，最后挂在了演舞台边缘的旗杆上，已经晕过去了。擂台上，袁烈保持着那个帅气的出腿姿势，但他脸上的表情却比哭还难看。袁烈转过头看着袁海，声音带着哭腔：我说这是腿抽筋了，您信吗？袁海深吸一步气，手里的茶盏被捏得粉碎。信你个大头鬼！此时的我双手叉腰，气呼呼地跺了跺脚，让你被人打趴下，你居然把人踢飞了。我转过身，一脸恨铁不成钢地走了。深夜，镇北侯府地下的密室里，袁海正伏案疾书，写着一份请罪折子。袁山面前堆着银票和地契，眼神空洞。袁烈正老老实实地跪在搓衣板上，委屈地嘟囔：爹，能不能换个膝盖跪？袁海怒吼道：让你示弱，让你输，你倒好，一脚把人家踢飞了。袁烈更委屈了：爹，我都说了，那不是我想踢的，那是腿他自己动的脚。袁山突然开口了，伸手指了指密室的天花板，那里正对着我的卧房。自从妹妹回来之后，咱们家的画风就变得有点邪门。妹妹说她祝福那群土匪神功盖世，结果呢，土匪集体狡猾在赌场，妹妹诅咒我输光，结果呢，我赢回了整个赌房。在演舞台，妹妹诅咒二弟被人打趴下，结果呢，二弟一脚封神。密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袁海倒吸一口凉气，破案了。这孩子的嘴是反的，是开过光的反向乌鸦嘴，而且必须是他情绪激动、真情实感的时候才灵。袁海站起身，想要在这个家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惹他生气，我们要让他看不惯，让他指着我们的鼻子骂。从明天开始，全家上下的战略方针只有一个：花式作死，求大王骂我。而在头顶正上方的卧房里，毫不知情的我正睡得正香。第二天一大早，宫里就来了圣旨，宣袁海即刻进宫面圣。袁海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他想起了昨晚的真理，他必须在进宫前从我这里骗到一个恶毒的诅咒。花园凉亭里，我正趴在石桌上，手里举着一根红彤彤的糖葫芦，吃得津津有味。袁海大步流星地走过去，伸手就从我嘴边把那根糖葫芦抢了过来。我没有生气，相反，我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深深的同情和怜悯。太惨了，这个小弟混得也太惨了，居然连根糖葫芦都吃不起。我长长的叹了口气，看着老爹那副虚弱的样子，大声说道：本王祝福你，这根糖葫芦吃得顺顺当当，一口气全吞下去，精神百倍。袁海听到祝福2个字，头皮瞬间炸了，没来得及把手里的糖葫芦扔掉，就对着山楂咬了一口。袁海的脸瞬间涨红，眼泪哗哗往下流。我看着老爹那副热泪盈眶的样子，满意的点了点头。袁海两眼一翻，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府门。御书房，景明帝看着跌跌撞撞进来的袁海，正要发怒，只见袁海满脸通红，趴在地上，呕一口混合着山楂果肉的洪水喷了出来。景明帝震撼了，原来袁海身体已经差到了这个地步，就这样原本的问罪，却变成了3个月的带薪休假，还给爹看了御医。袁海被太监架着，心里五味杂陈，目的达到了，但这过程太惨烈了。半个时辰后，袁海被抬回了镇北侯府。一进门，早就在等消息的我就迎了上来，拍了拍袁海的肩膀：怎么样，感动哭了吧？袁海流下了2行清泪，用嘶哑的嗓音说道：大王英明。后花园里正上演着一幕练兵大戏，我穿着那身粉嫩嫩的襦裙，手里拿着一根柳条，在2排家丁面前来回踱步。我停下脚步，用柳条指着一个家丁，奶声奶气地训话道：咱们是分舵，不是开善堂的，你笑这么甜给谁看？那家丁赶紧收敛笑容，我这才勉强点了点头，又指了指旁边一个小厮，站直了，眼神要像饿狼一样。管家在旁边听得冷汗直流。就在这时，大门口传来一阵骚动，我转过身看向月亮门的方向，只见一个身穿雪白长袍的年轻男子正摇着折扇缓步走来，这就是袁家的3少爷袁默。袁默收起折扇，目光扫过那些正在努力扮凶的家丁，最后定格在了正中间粉雕玉琢的我身上。那就是妹妹吗？袁默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根据他对父亲和2个兄弟的了解，这家人都是直肠子，容易冲动。如今家里多了个变数，作为袁家的智囊，他必须第一时间掌握这个变数。他快走几步，在离我还有3步远的地方停下，既保持了亲近，又不显得唐突。他微微弯下腰，声音放柔：这就是元宝妹妹吧？我是你3哥，听说妹妹刚回来，3哥特意去墨香阁给你挑了几样见面礼，都是上好的狼毫笔和孤本字帖，希望能陶冶妹妹的情操。面对袁默释放出来的强大魅力，我并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露出惊喜的表情。我的2只小手下意识地捂住了鼻子，身体猛地向后退了一大步，上下打量着袁默，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只披着人皮的怪物。袁默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这反应不对啊！我退到了管家身后，指着袁默大声喊道：钻风快护驾！管家一脸懵逼，不知道这位爷又是哪根筋搭错了。我吸了吸鼻子，一脸嫌弃地说道：这人是谁啊？身上的味儿太冲了。袁默下意识地抬起袖子闻了闻，除了淡淡的龙涎香，没有任何异味。我却根本不听他的解释，我指着袁默那张笑脸说：不是臭味，是坏水的味道。我转过身对着袁海大声告状：爹，
他笑得好像只专门偷鸡的黄鼠狼。袁海刚被搀扶着走过来，听到这话，差点没忍住笑出声。袁海咳嗽了2声，压下嘴角的笑意，走过来打圆场。大王不得无礼，这是你三哥，咱们家最有学问的人。按照道上的规矩，你大哥是管钱的白纸扇，你二哥是打架的红棍，而你三哥是读书多、心眼活，靠动动嘴皮子就能把人坑死的角色。我听完指着袁墨，兴奋地大叫道：懂了，本王懂了，这就是那种躲在幕后出馊主意，让别人去送死，出了事跑得比谁都快，专门干缺德事儿的狗头军师。袁墨只觉得眼前一黑，身形晃了2晃，差点没站稳，他手里的折扇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袁墨深吸一口气，强行稳住心神，他捡起折扇，掸了掸上面的灰尘，试图用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来挽回局面。可我却根本不吃这一套，摆了摆手，不耐烦地说道：狗头多好听啊，一听就很亲切，很接地气。你要知道，在咱们斧头山能当上狗头军师的，那都是大王的心腹，是核心骨干，别人想当还当不上呢。袁墨看着腿边这个只到自己膝盖高的我，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感。他在朝堂上能把礼部尚书骂晕，能把御史大夫对哑，但面对这个土匪妹妹，他那一肚子墨水完全派不上用场。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更何况是遇上了山大王。袁海在旁边看着3儿子吃瘪的样子，心里那是相当的舒爽。该让你平时装模作样，让你平时阴阳怪气，终于有人能治你了。袁墨嘴角抽搐，知道自己今天是孤立无援了，深吸一口气，脸上的笑容有些勉强，对着我拱了拱手，声音略带颤抖地说道：那三哥就谢大王赐名了。我满意的点了点头，豪气干云的宣布：准了，入伙。我指了指大门口，对袁墨下达了入伙后的第一个指令：以后谁敢欺负本王，你就负责冲上去咬他。袁墨的表情彻底裂开了。我是狗头军师，不是真狗啊！但看着我那副凶狠表情，袁墨只能把涌到嘴边的抗议咽了下去。接着我继续挥舞着柳条，对着那群家丁喊道：都看见了吗？连狗头军师都归位了，咱们皇城分舵的人才越来越多了，你们都要好好练，谁要是练不好，我就让狗头军师去咬谁。袁墨站在风中，衣袂飘飘，他看着精力旺盛的我，心中五味杂陈。他没想到自己的妹妹竟是个混世魔王，不仅一眼看穿了他的伪装，还强行给他贴上了一个洗都洗不掉的羞耻标签。袁墨握紧了手里的折扇，袁墨在心里默默发誓：我的好妹妹，咱们来日方长，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一个小娃娃。明天就是听雨阁诗会了，既然你喜欢简单粗暴的，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文化人，什么叫才华横溢，到时候你会哭着求我教你读书的。夜幕低垂，镇北侯府的书房内，袁海和袁墨父子2人正在进行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秘密会谈。袁海端着茶盏，目光灼灼地看着自己最得意的3儿子。明天的听雨阁诗会准备的如何了？袁墨轻轻摇动折扇，脸上挂着自信的微笑。别放心，孩儿早已准备了几首绝世佳作，定能在明日的诗会上力压群雄，夺得魁首。如今大哥掌握了财权，2哥掌握了武力，孩儿也不能落后，只有拿下文坛领袖的称号，才能彻底掌控皇城的舆论导向，为咱们袁家的千秋霸业铺路。袁海满意的点了点头，但随即又皱起了眉头。袁海指了指我房间的方向，压低声音说道：你也看到了，你大哥想输钱却赢了，你2哥想输比赛却赢了，这说明什么？袁墨聪明绝顶，瞬间秒懂，说明大王的嘴是反的。所以为了确保你能稳赢，为了确保你能扬名立万，父子俩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地说道：必须让大王诅咒你。袁墨合上折扇，嘴角勾起一抹运筹帷幄的弧度。爹放心，这题我会，只要我去惹怒他，让他讨厌我，让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胸无点目，明天一定输。那么根据反向定律，明天我就一定能才华横溢，独占鳌头，光宗耀祖。房间里的我刚刚洗完澡，正趴在床上数着从老爹那里坑来的金豆子。房门被轻轻敲响了，袁墨抱着一摞古籍走了进来。妹妹还没睡呢。袁墨的声音温柔的能掐出水来，但在我听来，这分明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前奏。我警惕的把金豆子塞进枕头底下，坐直了身体。大晚上的不睡觉，跑来本王房里做什么？袁墨把那一摞书重重的放在床头柜上，脸上露出了极其和善的笑容。明天3哥要去参加诗会，怕妹妹以后听不懂，所以今晚特意来给妹妹补课。我的小脸瞬间皱成了一团包子。补课？这是人干的事吗？我不听。我捂住耳朵。本王是土匪，土匪是不读书的。可袁墨根本不给我拒绝的机会，他翻开最上面那本大周律例就开始念，而且故意拖长了音调，内容枯燥的令人发指。他在我不耐烦，等我大喊你个书呆子，烦死人了，诅咒你明天变成哑巴。只要这句诅咒一出，他的文坛领袖之位就稳了。然而事情的发展似乎偏离了这位狗头军师的剧本。袁墨的声音很有节奏感，而且非常催眠。慢慢的，我的眼皮开始打架，脑袋一点一点的就像小鸡啄米一样。袁墨念得口干舌燥，嗓子都快冒烟了。他看了一眼我，心中暗喜，有戏，看这表情肯定是烦透了，马上就要爆发了。于是他加大了力度，翻到了更晦涩的礼记。袁墨停顿了一下，故意用一种欠揍的语气问道：是不是很难听？是不是很无聊？是不是觉得3哥特别没用？快骂3哥，把你心里的愤怒都发泄出来，快骂我胸无点墨，快骂我明天出丑。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我看他为了哄我睡觉，居然这么努力，这么敬业，我是真的感动了。我从被窝里爬出来，伸出软乎乎的小手，一把抓住了袁墨的手，说：狗头，你别念了，你太辛苦了。袁墨心中狂喜，来了，要骂我了。我跪坐在床上，双手合十，摆出了一副大当家要论功行赏的架势。本王决定要祝福你。袁墨的瞳孔瞬间放大，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不要祝福，我是想赢啊，我要的是诅咒啊，祝福会反向的。
他想伸手去捂我的嘴，但已经来不及了。我用那小奶音大声宣布道：“本王祝福你明天在诗会上也能口若悬河，出口成章，祝福你文采斐然，语惊四座，把那些书呆子都震傻，让所有人都知道咱们斧头山的狗头军师是最有文化的。”他整个人僵在了原地，保持着那个被抓住手的姿势。出口成章的反义词是什么？是胸无点墨，是胡言乱语，还是出言不逊？文采斐然的反义词是什么？是粗俗不堪，是土匪黑话。袁墨的脸瞬间变得惨白，颤抖着声音问：“妹妹，能不能撤回？”我不解地歪了歪头，撤回干嘛？不用谢，这是本王应该做的。说完，我心满意足地钻回了被窝，抱着枕头睡着了，只留下袁墨一个人坐在床边，感受着命运的无情嘲弄。他低头看了看手里那本大周律历，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他都不敢想，在那样的场合下，如果自己真的反向发挥了，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那画面简直不要太美。袁墨站起身，像个游魂一样飘出了我的房间，走到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明月，流下了2行清泪。第二天的听雨阁，春意盎然，在那最高处的观景阁内，一道明黄色的帘幕低垂，坐着一位身穿便服、神情慵懒的中年男子，这正是微服私访的景明帝。身旁的老太监压低声音，指了指下方人群中那个最耀眼的身影：“皇上，那就是袁家的三郎袁墨。”景明帝眯起眼睛往下看去，只见一位白衣公子正缓步走入会场，他面如冠玉，手摇折扇，举手投足间尽显风流雅致。周围的那些才子见了他，纷纷拱手行礼，就连不少躲在屏风后的贵女们也发出了压抑不住的惊呼声。景明帝冷哼一声，吐出一片瓜子皮，长得倒是人模狗样，就是不知道肚子里装的是墨水还是坏水。他对袁家一直心存忌惮，老大长才，老二长兵，若是这个老三再成了文坛领袖，掌控了天下读书人的嘴，那这皇位做的还有什么意思？所以他今日来就是想亲眼看看这个袁墨是不是真如传闻中那般才华横溢。如果是，那就得想办法打压一番了。此时的袁墨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最大的 BOSS 盯上了，他站在人群中央，表面上云淡风轻，实则内心慌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昨夜那如同魔音贯耳般的祝福，至今还在他脑海里回荡。毕竟大王的战绩可查，出口成章，语惊四座。袁墨握着折扇的手指骨节泛白，脑子里原本准备好的那些绝世佳作，此刻竟然变得模糊不清，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莫名其妙、草莽气息十足的词汇。袁墨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不安默念：“我是袁墨，我是皇城第一才子，我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区一个3岁小孩的祝福，怎么可能动摇我的根本？只要我意志坚定，我就能赢。”就在这时，负责主持诗会的太子太傅站了起来，他捋了捋胡须，目光扫视全场，最后落在了袁墨身上。今日春光明媚，咱们就以春景为题。听闻袁三郎才高八斗，不如就由你来拔个头筹，为大家赋诗一首如何？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袁墨身上，这是他扬名立万的最佳时机。袁墨优雅地合上折扇，上前一步，对着太傅和四周行了一礼，他的声音清朗磁性，姿态完美无瑕。袁墨心中大定，看来妹妹的法术并没有生效。他抬起头，望着满园春色，脑海中浮现出一首描写春风得意的七言律诗。但就在第3个字即将出口的瞬间，袁墨惊恐地发现他的嘴巴不听使唤了。原本想要吟诵的得意马蹄疾，在舌尖打了个转，突然变成了某种来自斧头山的神秘黑话。而且他的身体也动了，突然一脚踩在面前的案几上，用一种惊人的洪亮嗓门，对着满座的文人雅士吼出了那首足以载入史册的佳作：“春风那个吹啊，战鼓那个擂，满园的肥羊变得跑，谁敢不服我就放倒谁。”太傅的手僵在半空，刚捋下来的胡须飘落在地，周围的才子们张大了嘴巴，屏风后的贵女们更是惊得花容失色，捂住了耳朵。这是什么？这分明是草莽下山前的动员大会。袁墨保持着那个踩凳子的姿势，整个人都裂开了。他想解释说自己是开玩笑，或者是喝醉了，但那张被祝福过的嘴再次背叛了他。袁墨眼神暗藏绝望，环视四周，指着那些目瞪口呆的文人，再次吼道：“看什么看？没见过帅哥吗？再看就把你们全留下买路财。男的站左边，女的站右边，把身上的银票都交出来。”太傅气得浑身发抖，指着袁墨：“你这是什么话？”袁墨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完了，全完了。他经营了10年的完美人设，在这一刻彻底崩塌成了废墟。从今以后，没人会记得他的才华，大家只会记得镇北侯府的3少爷是个在诗会上公然放狠话的狂徒。袁墨缓缓收回踩在凳子上的脚，心如死灰。然而就在所有人都对袁墨口诛笔伐的时候，高处的观景阁内突然传来了一阵爆发性的狂笑声。好诗啊！帘幕被猛地掀开，景明帝从后面走了出来，他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了。下面的文武百官一看到皇帝，吓得魂飞魄散，齐刷刷跪倒一片。皇上万岁！景明帝根本没理会其他人，他指着台下一脸生无可恋的袁墨，眼中满是赞赏。好一个谁敢不服，好一个遍地飞扬。景明帝大步走下台阶，来到袁墨面前，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朕听腻了那些无病呻吟、辞藻堆砌的酸诗，一个个年纪轻轻这就愁那个月，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唯有元清这首诗，豪迈霸气，直抒胸臆，这才是咱们大周男儿该有的血性，这才是开国时的草莽风骨。这哪里是粗俗，这分明是返璞归真，是大俗即大雅。跪在地上的文官们面面相觑，这也是大雅。皇上您的审美是不是有些与众不同？但皇帝都定调了，谁敢反驳？于是原本还在指责袁墨的人瞬间变了一副嘴脸。皇上圣明，臣等刚刚细细品味，确实觉得袁三郎这是别具一格。景明帝越看袁墨越顺眼，他原本担心袁墨是个城府极深的伪君子，会笼络人心，但现在看来，这就是个豪爽的性情中人啊，是个没心机的直肠子啊！这种在诗会上公然放话的人，怎么可能在文官集团里混得下去？没有威胁了，彻底没有威胁了，而且这性格太对朕的胃口了。景明帝大手一挥，心情大好，即刻下诏：袁墨才华横溢，性情耿直，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赐文坛先锋称号，赏黄金100两，以后多进宫来陪朕聊聊天下大事。袁墨手里捧着御赐的黄金，听着周围言不由衷的恭维，整个人像是在做梦。他看着眼前笑眯眯的皇帝，又看了看周围那些错愕的眼
眼神。袁墨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谢主隆恩。镇北侯府的正厅内，张灯结彩，酒肉飘香。为了庆祝三少爷袁墨在听雨歌诗会上大展神威，一举夺得文坛先锋的殊荣，袁海特意下令摆了一桌最丰盛的庆功宴。然而，这张足以容纳20人的黄花梨大圆桌上，气氛却诡异的像是在吃焖饭。坐在主位的袁海手里端着一杯参汤，时不时的还要亲一亲那还有些红肿的嗓子。自从经历了糖葫芦卡喉事件后，他对任何圆形的食物都产生了心理阴影。坐在左边的大哥袁山面前堆着那张让他夜不能寐的赌场地契，坐在右边的二哥袁烈坐姿十分别扭，因为昨晚跪了一夜搓衣板，他的膝盖至今还没消肿，只能半个屁股悬空，像是在练扎马步。而今天的主角，刚刚名震皇城的草莽诗人袁墨，则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椅子上，他面前摆着那块御赐的文坛先锋金牌，眼神空洞，面无表情。现在全皇城都在传，袁家三郎其实是个深藏不露的绿林好汉，表面写诗，背地里向往江湖。就在这全员自闭的时刻，一声奶声奶气的欢呼打破了死寂。我站在椅子上，一只脚踩着桌面，手里举着一只大鸡腿，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看着这一桌子精兵强将，心里那个美啊！看看，这就是本王的队伍，有钱的，有兵的，现在连有文化的都有了，而且这个有文化的还特别上道，一句遍地肥羊，深得本王真传。袁墨看着那个满嘴流油的我，只觉得胸口中了一箭。袁墨端起面前的茶杯，仰头一饮而尽，微苦的茶水划过喉咙，却浇不灭他心头的无奈。罢了，人设毁了就毁了吧，至少皇上看起来挺高兴的，家里的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这就是当狗头军师的代价吗？就在一家人各怀心事，强颜欢笑的时候，我正在专心致志地啃着第二根鸡腿，突然我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我总觉得在这个灯火通明的正厅里，还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手里的鸡腿。我猛地抬起头，手里剩下的半根鸡腿像暗器一样举了起来，警惕地看向头顶，顺着我的视线，全家人都抬起了头，只见正厅那高达2丈的横梁上，不知何时多了一团黑乎乎的影子，那影子像一只灵活的夜猫，倒挂在房梁上，一身紧身的夜行衣完美地融入了阴影之中。这人不知道在上面挂了多久了，若不是我发现，恐怕连袁烈这个习武之人都没察觉到头顶还有个人。我发出一声惊叹：爹，咱们家房梁上长了个大黑影，怎么回事？袁海淡定地放下餐汤，显然对这种场面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指了指房梁上那团黑影，给我介绍道：这是你四哥袁颖，他是咱们分舵的探子。你四哥从小就在暗卫营长大，练的是隐匿的功夫。不过嘛，袁海顿了顿，有些无奈地说道：他有点小毛病，他不爱说话，见不得生人，人一多他就紧张，一紧张他就想上房梁。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害羞我不懂，但我懂上房梁。在斧头山，只有做错了事的小猴子才会躲到树上去。我站在椅子上，热情地挥舞着那只沾满油的小手，发出了大当家的召唤：你挂在上面不累吗？快下来啊！房梁上的黑影瑟缩了一下，把自己蜷缩得更紧了，恨不得钻进木头缝里。我以为他是怕我，于是大方地从盘子里抓起一只最肥的鸡肉，举过头顶：下来，本王请你吃肉，这可是最香的一块肉，那是我特意留到最后的珍馐美味，愿意分给四哥，足见我的诚意。四哥袁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极度的惊恐，下一秒房梁上的黑影瞬间消失了，速度快得惊人，只剩下那根横梁还在微微颤动，证明刚才确实有个人挂在那里。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兴奋地拍起了巴掌，好快的身手，比后山的猴子还快，这轻功真厉害。我转过身，一脸捡到宝的表情看着袁海：爹，这个探子不错，抓不到的小弟才是好小弟。袁海看着空荡荡的房梁，无奈地摇了摇头：行吧，虽然老四跑了，但好歹算是露了个脸，在这个家挂了个号。至此，镇北侯府的队伍终于完成了最后的集结。袁海环视四周，老大是个只想输钱却富可敌国的财神，老二是个只想示弱却一脚封神的战神，老三是个只想藏拙却语出惊人的文神，老四是个只要人多就挂房梁的隐神，再加上一个坐在正中间满嘴流油，一心想要把全家带成豪强的大王。袁海突然觉得这个家前途真是太不可限量了。袁海清了清嗓子，做出了最后的总结陈词：虽然这2天过程有些曲折，大家也都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袁海话锋一转，神情变得振奋起来。好消息是，咱们的目标达成了。皇上现在对咱们的戒心已经大大降低了，这都是大王的功劳。袁山和袁烈闻言立刻配合的鼓掌。袁墨虽然不想鼓掌，但在我投来视线的一瞬间，还是屈辱的拍了2下手。我看着这满屋子的人才，心中豪情万丈。白纸扇有了，红棍有了，狗头军师有了，探子也有了，再加上头号小弟和压寨夫人，这配置足够威风了，很好。我伸出小手指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发出了最为宏伟的誓言：从明天开始，咱们斧头山皇城分舵正式开张营业。我们的目标是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在这个注定不平静的夜晚，一场轰轰烈烈的改变即将从这里滚滚而下。清晨的阳光洒在镇北侯府的柳叶巷，这里平时人迹罕至，是府里采买蔬菜的专用通道，但今日这条僻静的小巷角落里却蹲着2团诡异的影子，一团是粉嫩嫩的我，正聚精会神地听着墙根底下的动静，另一团是一身黑衣裹得严严实实的四哥袁颖。作为袁家暗卫的首领，此时的袁颖正缩在墙角的阴影里，浑身都在轻微的颤抖，他那双露在外面的眼睛里写满了惊恐和抗拒。我一边嗑瓜子，一边腾出一只小手，安抚性地拍了拍袁颖的脑袋：本王这是在带你巡山踩点，身为探子怎么能怕见人呢？你要学会大隐隐于市，懂不懂？袁颖想哭，他是探子，
不是探头啊！就在这时，巷口传来了几阵压低了的议论声，几个挑着担子的货郎和路过的人正凑在一起，神神秘秘地交换着皇城最新的情报。我眼睛一亮，立刻把手指竖在嘴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一个汉子压低声音，一脸惊叹地说道：“哎，你们听说了吗？昨个演舞台那事儿，那袁家二郎简直神力啊！怎么神力了？”旁人不解地问道。我有个亲戚在皇城军当差，亲眼看见的。那袁二郎高大威猛，长得跟神将似的，他上台就吼了一嗓子，那李将军的儿子就被震飞了。旁边一个大娘打断了他，瞎说，我听说是一脚踢飞的，那一脚直接把人踢到了旗杆顶上，挂了整整3个时辰，到现在还没弄下来呢。众人倒吸一口凉气，脸上满是敬畏。这袁家二郎如此厉害，这就叫厉害。一个看起来消息灵通的人冷笑一声，满脸的得意。你们那是没见过袁后爷，那才是真正的大人物。袁二郎那是随了他爹，听到自家老爹的名字，我的耳朵动了动，更加专注了，连瓜子都忘了嗑。昨个袁侯爷进宫面圣，你们猜怎么着？听说他在御书房里当着皇上的面直接显露了深厚的功力，那是几十年的内力。据说当时袁后爷气势一出，就把皇上震慑住了，最后皇上还得客客气气的送了他一堆人参补品，求他赶紧回家休养。天哪，连皇上都敬他3分，可不是吗？这就叫皇城第一实力派。咱们以后路过镇北侯府，可得恭敬点。众人议论纷纷，言语间充满了对镇北侯府的深深敬畏。墙根底下，袁颖听得冷汗直流。这都传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二哥明明是腿抽筋，爹明明是被糖葫芦噎住了，这谣言也太离谱了。这要是被爹知道，还不得气晕？他刚想拉着我赶紧走，免得听到更多离谱的话，却发现身边的我不动了，我手里的瓜子哗啦啦掉了一地。我保持着蹲在墙角的姿势，袁颖心里咯噔一下。完了，妹妹肯定是伤心了，毕竟是个3岁半的孩子，听到外人这么编排自己的父兄，肯定会觉得难以接受。袁颖伸出颤抖的手指，想要安慰一下可怜的我。别听他们胡说，爹和二哥其实人挺好的。一阵突如其来的狂笑声打断了袁颖那微弱的安慰，我猛地从地上跳了起来，我兴奋地在原地转了2个圈，然后一把抱住四哥的大腿，用力摇晃着。探子，你听见了吗？百姓的招子是雪亮的。袁颖被摇得头晕眼花，一脸茫然。本王本来还担心老袁和你们几个是为了迎合我，才在那演戏装狠人，但是现在我放心了，我彻底放心了。我指着巷口那些满脸敬畏的路人，腰杆挺得笔直，听听这口碑，听听这名声，这就叫牌面，这就叫威慑力。我一拍大腿，得出了一个令袁颖灵魂出窍的结论。原来老袁他们一直深藏不露，不仅是土匪，还是戏文里说的那种乱世枭雄。这不就是本王梦寐以求的大反派标配吗？本王果然是天选之子，投胎都投得这么准。看着我那副仿佛中了头彩的狂喜模样，社恐的袁颖默默地缩回了手，他把自己的黑面巾拉高，盖住了绝望的脸，心想这个家没救了。听到百姓们把自家父兄传得神乎其神，我元宝大王的腰杆子挺得比门板还直。当天晚上，我把全家召集到正厅，连躲在房梁上的四哥都被我用糖葫芦勾引了下来。我踩着凳子，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一屋子歪瓜裂枣。哦，不是精兵强将，本王决定了，既然咱们分舵已经兵强马壮，那从明天开始就要正式开展业务。袁海小心翼翼地问：阿王，咱们的业务是？我小手一挥，豪情万丈，劫富济贫，把皇城那些为富不仁的肥羊统统抢光。全家沉默了3秒，袁山第一个举手：大王，我支持，但是咱们得讲究策略。您看啊，您骂谁谁发财，您咒谁谁走运。咱们要是去劫富，袁烈接话，那岂不是您越骂那肥羊，他越有钱？袁默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您越祝福咱们成功，咱们就越可能失败。我愣住了，好像是这么个道理。我皱着小眉头，陷入了3岁半人生中最深刻的哲学思考。如果我的祝福是诅咒，诅咒是祝福，那我到底该怎么当一个成功的山大王？就在全家以为我要陷入沉思的时候，我突然一拍大腿，眼睛亮得吓人。本王懂了，那咱们就反着来。怎么反着来？袁颖难得开口问了一句。我跳下凳子，背着小手，在厅里来回踱步，像个缩小版的军师。从今天起，本王要骂的人全是咱们要帮的人，本王要祝福的人全是咱们要揍的人。全家再次沉默。袁海试探着翻译：您的意思是您骂谁，谁就发财？那咱们就专门骂那些穷苦老百姓，让他们脱贫致富。您祝福谁，谁就倒霉。那咱们就专门祝福那些坏蛋，让他们倒大霉。对，袁默倒吸一口凉气，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妹妹，你这是反向操作的天才。我骄傲地扬起小脸，露出2颗小虎牙。那当然，本王3岁半就当山大王，靠的就是脑子。从那一天起，皇城的百姓们发现了一件怪事：每天早上，镇北侯府那位粉雕玉琢的小小姐都会准时出现在城门口，对着进城卖菜的农民伯伯们扯着嗓子喊：你们这些穷鬼，卖菜肯定亏本，肯定被城管抓，肯定吃不上饭。农民伯伯们起初吓得腿软，后来发现只要被这小祖宗骂过，当天菜必卖光，还能遇到贵人，日子越过越红火。于是每天被元宝大王骂，成了皇城底层百姓的固定福利。而那些为富不仁的奸商贪官，收到一句甜甜的祝福，不是被抄家，就是被查办。最惨的一个，出门真捡了金子，结果是官银，直接被当成盗贼抓进了大牢。御书房里，景明帝看着手里的密报，笑得直拍大腿。好一个袁家小丫头，镇这皇城被她治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景明帝摆摆手，眼里满是狡黠，让他们折腾。有那丫头在，袁家那几个刺儿头全变成绕指柔了。这是老天爷派来治他们的。他又补充了一句：传朕旨意，赐袁家小女福星封号，以后他骂谁，朕就赏谁；他祝福谁，朕就查谁。消息传到镇北侯府时，我正在院子里教四哥怎么从房梁上倒挂着吃糖葫芦不掉渣。听完圣旨，我撇了撇小嘴，福星这名不够霸气，本王还是喜欢听人叫大王。袁海蹲下来，笑着问：那大王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眯起眼睛，看着院墙外皇城的方向，奶声奶气地说：皇城已经没什么挑战了。老袁，你说明年咱们去京城开分舵怎么样？袁默手里的折扇啪嗒掉在地上，喃喃道：
京城那可是天子脚下。我歪着脑袋，天真无邪地反问：天子脚下怎么了？天子也得吃饭睡觉吧？吃饭睡觉就得花钱吧？花钱就是肥羊吧？是肥羊那就归本王管。夕阳西下，镇北侯府的正厅里再次响起了袁海爽朗的笑声，以及袁山袁烈袁墨袁隐此起彼伏的哀嚎。而我元宝大王3岁半，正坐在老爹肩膀上，啃着今天的第3根糖葫芦，看着远方，满眼都是未来要征服的山头。管他什么反向乌鸦嘴，管他什么祝福变诅咒，只要身边有这群傻乎乎的小弟，有那个强迫症娘亲，有这个富得流油的家，管他正的还是反的，本王的人生那必须是甜的。